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上个月我去了一趟马来西亚10天啊，那最后5天呢，去了5个不同的地方啊，地方的社区的哈。那跟各社区的志工们呢，干部们的互动交流啊，每一场交流呢都是以问与答的方式进行的。那志工们提出来的问题都非常深入啊，这些问题呢有别于我们平常读书会所分享的内容啊，因为我们读书会的观众呢或听众有很多是慈济志工啊，所以我就想说，把这次马来西亚的志工干部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呢，把它分成4集拿来跟大家分享啊。那相信有做志工的人呢，听了之后会很有感觉哦。因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问题，也很可能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自己正在面临的问题啊。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即使我们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拿别人的事来练自己的心呢叫做借事练心呐拿别人的经验呢来当做自己的经验呢，这样呢也算是智者智者之人呐。如果您没有在做志工然而能够听听这些志工们的心路历程，这也是在浏览别人的心灵风光啊，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就好像去观光景点呢赏心悦目一样啊。好，我们就来进行这4集志工大哉问的第1集好，第1题有人问如果组长很在意也很眷恋组长这个职位，那任期已经到了届满了他还不想交棒那个这个要怎么办呢？相信我们志工团体里面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那我现在分享一段佛法从佛法的角度呢来切入用佛法来印证呢俗事佛陀时代须菩提呢问佛陀如何安住菩提心如何不受妄念跟境相的纷扰那问这样的问那这个妄念呢是来自内在那这个境相呢是来自外在那佛陀就回答了，布施的时候要行无相布施度生的时候要行无我度生那须菩提听了后就说哎呀，感恩佛陀的教诲从此人我二执再也不能围绕我了啦。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4种相也再也不能束缚我了啦。我现在已经能够体会佛陀的心意我好像是认识了自己这是须菩提这样的回答了那须菩提就因为这样子呢，他开悟了因为无相布施跟无我度生呢，就是诸法皆空了。须菩提都做到了，他悟到了，所以佛陀10大弟子中须菩提是解空第一那这一段师徒的对答呢，提醒我们离执跟离相对修行之路是否能够轻安自在呢，有直接的影响对有形的名相职位有眷恋或执着而不愿交棒这是执着名相那也是一种放不下那名相也是一种相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名相都是假名相，不必在意啦。那离相修福得清净福报，离相修慧得清净智慧。佛经是这样子讲的，离相不是不要叫你不要相，而是不着相，相还是有的啦，但是不要执着它的意思了。那无量易经里面有说到无相不相，不相无相，名为实相金刚经也是这样子说，凡所有相皆属虚妄相信大家都有读过了那这些都是直指离相跟不着相
才是真实的智慧啊。缘生就接棒啊，缘灭就交棒啊，缘生就来，缘灭就去，这样才是来去自如啊。对名相难以割舍，甚至对头衔职位啊眷恋不已呀，不想下台，不想交棒，那这样就算是一种有所求了。那有所求就有烦恼嘛。那这个跟我们来学佛啊，做志工也是一样的哈。要来化解烦恼，是背道而驰啊。所以阶段性的功能跟角色发挥告一段落之后呢，能够在适当的时间急流勇退，见好就收啊，这样就是收放自如啊，进退不失据，这样才是智者啊，叫做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为英雄啊。那任何的职位名称呢，都是一种世间法的假名相，也是有为法啦，所以一定会怎么样？有来有去，有生有灭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会如梦幻泡影，一场空啊。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提醒自己进之时全力以赴退之际全然放下那这样就是出世的态度了啦，也就是从有为法的人间俗世中探求到了无为法的天下利益度化别人呢，要先度化自己。自己如果都不能放下名相，甚至还眷恋于自认为还有的那一丝丝主掌的权利那这个跟没有闻佛法的人执着于名闻利养有什么不一样？是吗？所以越能传承，就成长的空间就越大；越不能传承，越是压缩自己没有前脚走后脚放这样的提放也是存乎一念之间好，第二题呢，有志工问请问有一些资深志工做了几十年还是继续保持着热忱跟精进的出发心请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这个要一门深入，长期熏修才有可能做得到学佛最忌讳的是什么？徘徊不专精所以要自心一处，专攻一门学佛其实是不主张同时修好几个法门的啦只要心住一境，性根坚固时间久了自然会得到三昧。因为心如果是稳定的、清净的、喜悦的，自然就能够专注有力道心不退那这样就能够恒持热忱跟精进学佛或者行菩萨道，体力不能说不重要了，但是法力是更重要法力是心灵的力量体力是筋骨的力量体力有形，所以有限；法力无形，所以无穷嘛。那有入法的人，自然能以法为师，以法护身要学做菩萨，就要懂得以法护身。以前我们常常讲嘛，你要做人间活菩萨，要懂得保护自己对以法来巩固自己，懂得以法护身，自然就能够怎么样排除障碍，消除烦恼嘛这样就不容易成为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才不会陷入困境，变成泥菩萨那即使不小心被伤害了，那我们也要有能力能够赶快抚平伤口那菩萨大上呢要有法力，让这个伤口呢快速抚平路才能够继续走下去跑下去相反的，脆弱的心灵容易伤痕累累那疗伤的时间都不够了，哪有时间精进呢？所以志工做了几十年，还能保持热忱跟精进，主要原因之一呢是发心如初啦。那为什么发心如初很重要呢？
因为出发心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所以才说发心如初，成佛有余嘛。那成佛都有余了，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是吗？好，第3题，志工问了哈，有些人事业很成功，钱也赚够了啦，人生也享受过啦，所以他们可以来做志工啊。但我们是年轻人，问的是年轻人啊，但我们年轻人才刚出社会啊，还要为生活打拼啊，还要成家立业啊，这个时候适合来做志工吗？这是年轻人的疑惑了啊。钱赚够了是要赚多少才算够？那享受过了，你说享受过了吗？那是要是享受到什么程度才算享受过呢？其实不知足的话呢，赚一辈子都嫌赚不够。享受如果没有去节制的话啦，没有懂得是去知足的话啦，即使享受一辈子，也觉得享受不够啦。对，每天吃3餐台味也是在抱怨呐。你看到有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来做志工，这些都是富而有志啊，有钱也有智慧，也有善根，但并不是所有的富者都是如此哦。有一些很成功的企业家，他也不一定要来做志工啊，可能被忙碌的事业绑住啊，而身不由己啊，也可能自己没有那个善根所以有赚钱的福报，但未必有用钱的智慧哦。所以近思语才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啊。有钱就做好事啊，没钱怎么办？没钱就做好心啊。所以有没有心才是关键因素啦。跟事业是否很成功，年纪是大还是年轻无关啦。年轻人要偏事业，那更需要福慧兼具哦。你要去创业，在社会上跟人家竞争，你没有福报的话，会生活中诸事不顺呢。那命中也会没有财库啊。那没有智慧的话，你很难做出正确的抉择啊，做出睿智的决策啊，你也无法管理好事业啊，更无法在事业遭遇困难的时候去转危为安，这个要靠智慧啊。总而言之做志工是在让自己的心智成长，不是等退休后才来做，而是有缘接触就要把握当下，连接每一个当下，才有可能成为永恒好，第4题。志工问我很喜欢慈济活动，也很投入做志工，也同时把家业照顾得很好可是我的先生一直很反对，觉得我会被慈济洗脑，这要如何是好？先生对慈济不了解所以他要讲说洗脑被正法洗脑会越洗越亲近，越洗越欢喜，越洗越有智慧嘛，洗涤心灵的污垢，不是吗？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呢？相反的，你被邪法或迷信洗脑，越洗越无明，越洗越迷信，越洗越执着，越洗越颠倒，那这个就很要命了对不对？所以正言上人一直鼓励好事不要自己一个人做，还要邀请你的先生一起进来做，这样你先生对慈济才会有所了解，也才不会对你投入做志工了有所误解啦。明明是好事一桩被他讲坏掉对不对那学佛或做志工最好是夫妻同行夫妻同修就不会在家里呢夫妻共修，共同修理你修理我，我修理你这样就很辛苦了。不过有一些家庭是这样子太太进慈济，先生因为事业忙没有时间，也不方便进来，但是先生很护持太太太太做志工很忙，那先生就会帮太太呢分担家务事，或帮他再进再出的参加慈济活动或是给太太钱去救灾，去做好事那这个是夫妻互结好缘互相成就先生护持太太，先生即使没有做，先生也是有功德
叫做随喜功德，因为你支持他。那有些家庭是什么？太太有善根，也有好姻缘呢，来做志工，但是先生不认同哦，还障碍太太啊。那有些是先生要做慈济，但是太太不认同，障碍太太，情况不一样。那这样就变成什么？好事多磨了。那这个是属于业力显现了，要靠自己去化解，自己化解自己的业力，要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别人顶多告诉我们方法。所以菩萨道如果是夫妻同行，这样的障碍呢就会减少很多啦。那夫妻同修就是同师同道同志啊，这样你就不用去教你的先生或管你的先生，先生也不用去管太太或去教太太，丢给正言上人去教就好。上人是教育家、思想家，是大觉者，他比我们会教啦。夫妻一起进来给上人教，效果好得很我们还省很多时间，教不好还起冲突对不对？所以先生会担心太太被洗脑，那是先生不了解慈济啦。那我们就要透过做志工，把自己修得很好，然后再用改善后的这个身教跟那个言教呢，来影响先生让先生打从心底的佩服。哇，我太太自从做志工做慈济之后呢，整个人不一样哦，面带笑容，讲话有智慧，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样太太要度先生就有说服力了啦。如果不是这样子而是呢，你一头栽进慈济做志工，当然是好事啦。但是你却家务没有尽到本分，每天早出晚归，没有照顾好家庭，让先生感觉你去做志工之后呢，我是第一个受害者这样先生怎么认同你？更不会认同你，更不会认同你的团体啊！这样你志工做的再好再欢喜，也是不圆满的然而，即使先生不认同，我们还是要提起正念心存感恩告诉自己呢，要努力精进，提升自己，充实自己，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影响先生也是救先生那自己改变之后，再来影响先生，一起投入。那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每个人的家庭功课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自己一半尽其在我，一半顺其自然即使是夫妻也是有各自的业力所谓夫妻登山，各自努力更何况夫妻本是同林鸟，实现来此各自飞的，也就是个人生死个人了啦。不管结果如何，也是要一切随缘太执着于结果呢，会起烦恼以上所讲都是正信佛法的思想的灌输即使观念上能够这样的建立起来我们也不能说是被佛法洗脑而是受到正信佛法的熏陶这样讲才是正确的好，第5题，有一些受证的慈诚跟委员男生叫慈诚女众叫做委员那受证之后呢，没有入团队积极去承担，慢慢的呢就会被遗忘了也因此而流失了。那我们身为干部要如何把这些法亲呢把它爱回来已经受证的委员慈诚了，没有来参加活动，也没有承担工作，我们就要去了解为什么以前可以做得很欢喜很投入，现在怎么都停下来了呢？原因当然很多了那有的是以最近来讲疫情过后呢变得松懈的啦，因为疫情期间被关在家里没事做，松懈了或者疫情中的活动减少甚至停止加上大家都被行动管制在家里3年下来，这个精神上变得比较松懈的啦。全球的慈济基金、全球志工都差不多是这样子。有的是因为在家里呢事业比较繁忙啦就比较少来参加活动的啦。有的是因缘转变了啦，跑到其他道场去了啦。有的是受到人事的影响而心灵受伤的啦，暂时就不来的嘛，不开心就不来啦。那有的是完全不来，有的是大型活动才来，平常很少来。那基于以上的这些种种因素呢，造成求道跟闻法的心就会松懈，
甚至停退下来。而后遗症就是什么？委员跟辞呈的流失啊，这些我们都要用法亲关怀的方式去了解，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的。譬如说，有的人家庭小的小，老的老了，那这个对他当志工承担工作当然会有影响嘛。但这个也没关系啊，我们是在家居士，要家业、事业、志业都兼顾到才是圆满的。你如果真的时间有限，也不一定要承担那么多工作不可啊。但是你最起码你不要断线嘛，姻缘还是要一线牵呐，即使你是年纪大了，无法再承担需要用体力来承担的工作，但是正言上人说啊，即使是这样，你也要走出来，让人家看，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入人群呐，才会得到人群的祝福啦，不能离开人群呐，这是原则。如果只能方便参加一个活动，也没关系，但是只要你能够守之不动，很用心的投入，没有停退，一门深入也可以。上人说，这个也是了不起的功夫啦。那法亲关怀的时候，跟他这样子说，他一听就不会有承担的压力嘛。有些人就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没关系，你就是随分随利，那顶多是少来，不会说不来嘛。因为缘未尽，情未了啊。如果对方是心灵受伤的委员跟辞呈，而时间却无法抚平伤口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讲啊，这是人群中修行的功课啦，人人都会碰到。佛陀跟每一位高僧大德也不例外哦，所以我们也不必挂碍啊，看开一点。达赖喇嘛也说啊，要修行的话，就要靠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啊。所以这是一条修行的必经之路啊。除此之外呢，没有其他捷径了。这是关怀心灵受伤的志工，可以用这样的理念跟他开导。心中有正法才叫做法身嘛，心中没有正法叫做肉身嘛。那肉身很容易受伤啊。法身是以法护身，所以不容易受伤啊，甚至还可以借力使力，把难题当作助道的力量。有些人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啊，但是有些人却柳暗花明，不是又一村了，好多村呢。这个是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啦。其实感觉路不通，不是真的路不通，是我们的心没有通啦。所以心通路就通，心平路就平，心宽路就宽了。那屋宽不如心宽也是这样的道理啊，都是心在作怪啊。好，以上分享的是，当我们去做法亲关怀的时候，面对已经很少来的委员跟辞呈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跟他分享关怀啦。不过我们也是要有心理准备哦，即使我们讲的很有道理，他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所以我们也是要见人事听天命啊。然而我们已经专程一趟去关怀他、问候他了，他应该是心里有数了，何况是见面三分情嘛。这是指有去做法亲关怀的情况下呢而言呐。如果没有去做法亲关怀的话，那要把他爱回来就更困难的啦。所以以情相牵，长情呐，以法相会都非常重要。好，第6题志工问：如何让志工常常沐浴在法喜中啊？就像寄语师兄您那样春风得意啊？请问你碰到被境界考验，要如何去转心念呢？我那天呢，上个月了我那天在吉隆坡的这个社区里面呢，跟这些志工们分享了之后，有人问这一题的，那我回答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也看得出来我每天是春风得意吗？你都没有看到我，有时候也会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啊，大家笑成一团原来你也会这样子我就趁大家在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人要懂得笑，会笑的人命运都不会太差，因为命运差的人根本就笑不出来，
这一句话一讲完，大家又是一阵笑声啊。那有些人会问哦，明明很不开心，怎么还笑得出来呢？一般人如果是日子过得很痛苦，或工作做得很不开心，大多是愁眉苦脸，怎么笑得出来呢？没有错了啊。然而我们来学佛，就是要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活用就是妙用，妙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跟工作中了。也就是说，越是痛苦或不开心，越是要笑，即使强颜欢笑也要笑，皮笑肉不笑也要笑，因为只要笑得出来就有希望啊。而即使笑出来很假，很假也是要笑，因为假久会成真啊。这就是逆向思考啊。那一旦笑惯了，就会笑得很自然，越笑越自然，不是吗？这个时候碰到困难，他也是笑；碰到被伤害，他还是笑，因为他已经能领悟出一个人生的大道理啊，叫做什么？管他天下千万事，闲来轻笑两三声啊，对不对？那这种自在洒脱的处事的心态，我们要学啦。乐观心态的人呢，即使碰到困难，他都会想到困难后面充满了机会哦。那悲观心态的人呢，当他碰到机会来的时候，他也不会高兴哦，因为他想到的是什么？机会后面的困难呢。所以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基本上彼此的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培养乐观的生活心态很重要，再加上学习佛法的精深绝妙，这样就是如虎添翼呀。即使碰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呢，我们也能够势如破竹啊，轻松过关了，对，叫做什么？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嘛，就是这个意思嘛。那这样就是如这个提问者所说的春风得意的啦。其实这个就是法喜啦。那法喜顾名思义，就是心中有正法又很欢喜，才叫做法喜嘛。那一般人都是讲什么？欢喜啦，快乐啦。那学佛的人是讲法喜啊，因为欢喜快乐是短暂的，法喜是长久的。以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对慈济是很认同，要把牛车水那个附近的主屋楼下一个100多坪的那个空间给慈济做义诊中心。这个各位都知道，新加坡是寸土寸金的，要买或租主屋楼下的空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属于政府的财产的。那我就跟干部们讲这个好消息啊，一些干部就跟我说，那个地方要给我们做义诊中心哦，可是义诊中心要每天开不是吗？我说对啊。那有问啊，可是那个要做下去很多困难呢，每天开呢。我跟他们说，这是政府对我们的认同跟肯定，是个大礼物啊，求之不得啊，当然要把它收下来啊，感恩接受啊。我看到机会来了，只想到及时把握机会，但是一些干部想到的是机会后面有困难对不对？那机会后面即使有困难，那也是第二步的事情啊，要烦恼也是要照顺序来啊，至少不要去提前烦恼，不是吗？对不对？何况这个是大礼物啊，赶快接受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拒绝他了？是吗？结果这样长久下来了，现在慈济的新加坡分会每天正常营运的事业体有14个哦，全球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其中有8个是跟医疗事业有关的事业，因为新加坡政府是希望能够配合这方面。那这一题我用这个方式来回答马来西亚这位志工干部，意思就是说，你想要春风得意、满心欢喜，你就要心中有法，有法才会有智慧，有智慧才能轻松自在的解决问题呀，克服困难这样自然每天就能够沐浴在法喜的境地之中是吗？好，以上6题的提问全部答完了，刚好半个钟头，希望大家都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